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这是一款非常特殊的游戏续作。前作幻影之息的成功，让玩家与媒体把塞尔达这个系列捧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同时也使这部王国之泪成为了可以说是近几年玩家们呼声最高的任天堂第一方游戏。因为这次并没有达到100%的神庙与雅哈哈全探索，所以此次评测就先来说说我在2次不同进度下接受游戏中全部主线内容后的感受。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与野炊一高度相近。由于本作中基础系统与海拉鲁大陆几乎与前作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是上手了1代，那2代也能直接上手。特别是在游戏初期，资源尚未充足，新机制尚未展开的阶段，此阶段的体验真的是与1代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不要误会，这并不是什么贬义词，因为野炊一的机制其实已经相当的成熟完善，简单的操作让老玩家可以轻松上手，新玩家也能快速接受。所以在前期的植入阶段，直接沿用前作，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而第二点便是惊讶于游戏的内容发展迅速，王国之泪的新机制展开的速度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要快上不少的。我原以为至少要到游戏的中期甚至后期才会把那些重量级的内容全部展现到玩家面前，但是其实在玩家度过新手期以后，游戏在主线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往你身上塞些新的东西，你几乎可以随时选择通过究极手来制造各种载具与武器。很多时候任天堂都会有意无意的通过场景或者地形的距离来怂恿你，让你下意识的觉得虽然这里可以跑过去，但是或许造个载具开过去会更有效率。在前期或者主线，玩家会遇到的绝大部分神庙中，有相当一部分充当了新道具或者新技巧的教学。除了战斗技巧、各种能力的使用与精通，甚至是不同零件的运用，都会通过神庙解谜来指导玩家。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本作中那些新增的能力了。预告中为玩家展示过的究极手以及通天术，先前让大家都相当的惊奇。前者是驱动解谜以及部件偏接的主要手段，而后者可以说是一个节省了玩家大量时间的探索神技。虽然有着对登录面的情况以及高度的限制，但是这并不会动摇通天术在游戏流程中那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在王国之泪中，海拉鲁大陆增加了许多的洞穴探索环节，在探索完一片地下区域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穿墙飞上去。而在有着高低差阻碍的怪物要塞上，通过通天术，我们也能直接登上平台与怪物一战。即便你探出头来发现情况或者位置不对，也可以直接取消，然后原地穿梭回去。在下矮一点的悬崖、各种不同状态的高台与神庙里的解谜中，通天术的存在都能帮助玩家们节省不少的时间。倒转乾坤与预料建造这2个新能力的作用也同样很有意思。在前期跑图时，天上会时不时的掉下来一些石头，这些石头的作用就是为我们充当临时的跳伞塔，用倒转乾坤逆流时间就能让石头重现升天，带着我们飞往高处，随后通过跳下激活滑翔伞来节约跑图的时间。至少在前期，这个倒流能力是相当有用的。不过当我们陆续激活了地图中的各种神庙以及瞭望塔之后，倒转乾坤在正常行动时的使用频率就会明显减少，到后期甚至只是会在一些特殊机制怪上面露面。但是预料建造就有所不同了，野炊系列的武器耐久向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即便武器获取途径很多，但是耐久不高这个问题还是多少会让战斗的体验有些难受。而这个预料建造的出现，不仅能强化耐久，还能赋予武器更高的版面属性以及特殊能力。游戏中所有的掉落物，无论是怪物素材还是矿石，又或者其他武器，甚至是石材，都能加装到武器上。个别武器与素材会有相当不错的象性，除了像是大剑加上白皙一角就会变成镰刀，单手剑加上蓝皙一角就会变成武士刀这样的外观变化，更多的还是直接把武器和素材粘到一起。像是各种宝石有着对应的属性能力，并且即便是同一种属性，不同的物品连接以后还会带来不同的释放效果。不止武器盾牌能够加装，射出这些的剑也能够搭载各种奇奇怪怪的配件，这就让本作的武器系统有相当恐怖的可玩性。玩法上的一大重点应该还是蓝图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瞬间复用你用超级手造过的建筑以及蓝图中原本的内容，靠着这个能力就能让本来没有时间出现在战斗中的设备快速组装参战，而在外面赶路时也能够用这个能力实现海陆空载具的瞬间制造。可以说蓝图的存在让原本在战斗中有些呆滞的建造系统变得灵活了起来。在游玩体验上，靠着这些新的能力与系统，使本作的体验更加自由。相比于野炊只能走地，这次给予玩家海陆空载具的同时，还加入了天空与地底的2张大地图。光是在海拉鲁的天空、地底兜上几圈，就能收获相当多的乐趣。探索的乐趣与体验更是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在游戏前期，玩家造不起载具又需要快速移动时，经历过野炊一的玩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骑马，但是别急着去抓新伙伴，王国之泪可以原封不动的将旷野之息的马匹信息继承下来，并且相较于前作，马的 AI 有明显的改善，
上坡、下坡则大陆以外的地方都可以胜任。更重要的是，这次的马神还能直接为马匹的属性进行提升，可见老人非常鼓励玩家到处骑马逛街。不过随着探索进度逐渐升高以及资源慢慢充裕，很多时候还是直接传送到一个瞭望塔然后跳伞来的直接。单纯对我个人而言，马匹的存在依旧是用处不大的境地，毕竟这次的系统给予玩家的移动手段可真是太多了。战斗系统上相较于初代没什么改进，但是由于余料建造的出现，所以体验并不老旧。特别是在剧情后期，拥有多种贤者之力的玩家不仅可以用身上多样的素材现场凭借新武器战斗，还可以使用蓝图瞬间手搓防空炮建筑攻击，也可以调用贤者之力进行战斗。天马行空的技能效果让你的各种想象力基本都能在战斗中得以实现。但是相对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些花哨的新能力，依旧可以选择用盾反零和时间完成各种的帅气操作。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本次最重要的解谜环节的质量。依我看，这次的谜题质量依旧是相当在线，每个神庙的名字基本就是对应谜题的最大提示。虽然神庙里不允许玩家自己手搓材料建造，只能使用谜题内的道具进行组合，但是往往玩家还是可以靠一些偏离正确解法的方式来完成谜题。绝大部分的谜题都不拘泥于单一解法，所以乐趣十足。在主线中，各种大型神庙的谜题设计略微偏向简单，但是谜题的质量却不会掉线。更恰当的说，是任天堂做了一系列相关的引导，来变相的使这些主线谜题变得更加简单。如果你想体验更高难度的解谜，就去那些神殿与支线寻找，其内容质量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本作在剧情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期，演出内容质量在线，并且播片的时间不短。不过在故事的内容质量上，虽然说不上非常好，但是也依旧保证了跌宕起伏的存在。整体剧情在你完整通过的主线肯定是清晰明了，但是目前看来，在前4位贤者那里的内容水分过大，可能也是因为不确定玩家会先通过哪个，所以4位贤者的剧情片段高度趋同，基本就是换了个 CV， 换了个语皮来讲述完全一样的内容。这点我个人虽然理解，但是处理的确实是不太理想。但是假如你在剧情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最终 BOSS 战，那么就会像初代一样，根据进度的多或少会新增一些内容。我个人感觉在演出的处理上，王国之泪前期的内容达不到野炊前期的水平。剧情对这些次要人物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塑造，全部资源都给到了几位主要角色上。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本作目前的优化表现。很可惜的一点是，这次的王国之泪并没有做到完全稳定不掉帧。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帧数都能跑满，但是在同屏或者特效过多的情况，诸如下雨或者火焰燃烧，又或者是带着大量小弟的 BOSS 战、团体战出现时，游戏的帧数往往会一直保持跑不到30帧的水平。在高处乘着滑翔伞快速移动时，也会出现类似1代风弹时那样的加载卡顿。本作的内容量确实不少，但是目前的帧数表现还是不太乐观。由于王国之泪在 Switch 中的优化逻辑问题，导致游戏运行时只要低于30帧就会直接锁在20帧运行。是的，你没听错，只要使用救济手以及遇到上述的各种场景，游戏的帧数就会直接掉到20。不过在正常游玩下，没有出现过多的 bug 以及影响游戏体验的个位数掉帧，所以我目前的评价是，多更新点优化版本的话，未来可期。在画面表现上，游戏的整体画面水平与野炊一基本没有区别。主机模式 900P， 掌机模式 720P 动态分辨率，并且搭载 FSR 1.0。主机模式的画面效果稳定性还不错，但是帧数会掉得更加频繁。掌机模式则是会频繁的降低分辨率，在场景植被复杂的地方，点火或者下雷雨都会导致画面出现很明显的模糊。主机模式的分辨率会降到 600P 左右，掌机模式很多时候都会直接稳在 540P。不过这点也依旧可以靠着后期的优化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总结，本次王国之泪的新增内容体量极为庞大，虽然在其中野炊一的内容复用不少，但是其所为玩家呈现出来的绝对不是大家之前调侃的大型 DLC 那么简单。上限更高的建造系统以及多种全新的能力，给予了玩家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游戏体验。描述的更加详尽的剧情内容，也使玩家对于海拉鲁大陆的认知更加的深入，对于系列的发展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单从我自己的游戏体验来说，我觉得王国之泪的乐趣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超越了旷野之息。等到后续版本发售 DLC， 并且慢慢优化完善，这部作品就能完整的续写旷野之息的传奇。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点赞破300，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